星期日将加入星河猎手。2.2主线2次结局原来全是假的。3年专注午觉，后续人第一时间获取星球铁道最全套剧。希望大家能逮着3年一起冲上热门，拜托了，这是我一生的请求。我们现在说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：星期日究竟去了哪里？虽然有 NPC 声称星期日已经落网，但是知了却说星期日下落不明。而在刘梦娇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，我们能找到一份邀请函，很明显里面提到的人物就是星期日。这首诗讲的是某人希望拉拢星期日，劝他加入自己的阵营。他预言星期日的美梦必将破碎，并向他发出邀请，等候你的到来。显然这份邀请函就是星期日丢在这里的。但是我们知道星期日只来过一次刘梦娇，那就是决战之前。这说明这份邀请函的主人在决战前就预言了星期日的失败。而在星穹铁道里，众所周知，目前只有一个人有预言能力，他的幕后主使就是他3月7。错了，是艾利欧。邀请函的署名是西塞尔，这名字也许是致敬了游戏《幽灵轨迹》，因为里面的主角就叫西塞尔，能力是变成一只黑猫，而黑猫正是艾利欧的象征。当然，证据不止这的。等待梦境护照来到大妓院的界面，我们会看到这样一段话：有着始终隐藏在幕后的人，他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人，符合这个条件的就只有艾利欧了。因为主角曾经是星河猎手的一员，按理来说肯定认识艾利欧，只不过现在没有艾利欧的记忆。那么为什么在大剧院里会有这样一段话呢？因为这里是我们和星期日交锋的地方。或许就在这里，星期日和艾利欧曾有过一次会面，并和那封邀请函中写的一样，艾利欧许诺星期日会实现他的愿望。毕竟后来加入星河猎手的众人都是因为艾利欧的许诺才加入的。刘英希望生，任希望死，陶塔希望统据，铃铛希望找到意义。那么艾利欧又会许诺给星期日什么呢？而这就不得不提及主线里星期日和知了的争论了。我们知道星期日的愿望并不是复活太一，而是建立一个自己所期望的世界。星期日也许就是在担任夺阴期间见识到凡人的种种软弱，认为他们无法自救，只能依附于一个至高的存在。它所代表的秩序实际上是一种大疆长式的统治节奏，用一人的殉道来维系整个梦境的运转。秩序看似美好，但其实有2个致命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只要体系不能永远运作下去，梦总会醒来。星期日没有足够的意志和资源来维系这套体系，这种事连太一和西佩都做不到。第二个问题，一个支配一切的领导者只会抹杀个人意志，不是所有人都希望沉眠于秩序许诺的无边美梦里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命途，有人梦想开拓，有人只想复仇，有人一心守护，除非抹杀个人意志，不然这个梦境迟早会因为思潮的混乱而崩退。而波提欧叫来的巡海游侠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。知登鸟是坚决反对这个计划的，我们能在他的身上看到无比强烈的自由反叛精神。编剧给知登鸟设定的主题就是打破牢笼，比如他的专辑《通气友》名称出自村上春树的 EQ84。这本书的剧情和主线有些相似，讲的是民众被宗教统治，主角进行反抗的故事。知登鸟的原型也是参考了美国女诗人艾米丽·狄金森，叛逆、热情、自由奔放，可以说是知登鸟理想中的自我了。他的3首歌均出自狄金森的诗，可以看出知登鸟和星期日虽然是兄妹，但是2人性格截然相反。知登鸟渴望自由，而星期日掌握欲极强。从他和沙金谈判的剧情里，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有着强迫症。兄妹2人最后还是走上了不同的命途。恭喜小3月再次猜中了。知登鸟反对星期日不仅出于理念，也可能因为他和东司关系颇深，他不仅能收到东司的密信，也常常帮助东司运输物资。或许知登鸟早已暗中和东司达成了某些交易。另外，知登鸟一直提到的理念强援弱，这似乎更像是存户的端点，并存户主角的技能就叫强援弱。而且下的版本大概率还有知登鸟的剧情，因为专辑里的第4首歌需要等到下的版本才能解锁，毕竟学乐大典还没开，还等着知登鸟唱歌呢。说完了兄妹俩，我们再聊聊本次剧情最高端的阵营无名特。米莎早在2.0就被很多人猜测和米哈伊尔有关，但没想到老米这么狠，直接告诉我们米莎就是钟表匠米哈伊尔，但他其实早就死了。因为星穹列车的到来，米莎听到列车的鸣笛声，再从翼炮中跑出来。曾经钟表匠米哈伊和拉莎丽娜、铁尔南2人一起开拓最初的皮尔汤尼，其中拉莎丽娜的剧情比较少，除了知道她是列车测绘师，专门研究意志外，具体的人物经历还没有太多展开。至于另一位无名特铁尔南，则是这次剧情的关键。这是因为他黄泉和波提欧才会现身皮尔汤尼，也是套着他的遗物才能把巡海游侠们召集过来，成为压倒神主路的那枚关键的稻草。按照设定，铁尔南和丹恒一样，都是星穹列车的护卫加武力担当，不仅解放了皮尔汤尼，后续又参与猎杀绝灭大军，就连自己生死之后还在对上虚无守护队友。但就是这样一位英雄，愿望一直是回到皮尔汤尼见一见老朋友。可惜此时痞星已被家族掌控，
自然不会让他回去。提尔南就这样埋堵他乡，最后化作了血罪灵。幸运的是，他遇上了黄泉，黄泉超度了他，还答应将他的遗物送回皮尔汤尼。说到黄泉，他还是这版本唯一的真神，因为虚无的力量，他不会受到秩序的影响，在这片梦境里，他就是无敌的存在。剧情里，他的主要作用就是一刀弹爆太一之梦。要知道，此时太一已经进了整个阿斯德纳星系，要把整个星系的人叫醒，恐怕也只有黄泉能做到了。作为彩蛋，剧情里也揭示了他的真名雷电忘川守牙医，其中忘川指的是冥河，守是日本端直名，所以忘川守就是掌管冥河的人，他的原名就叫雷电牙医。做剧情时有被感动到的老舰长，请在弹幕里透波一吧。作为主线，大家或许有这么一个疑问，那就是我们真的从梦境里逃出来了吗？主线真的结束了吗？问题就在主线最后一次报幕，这种报幕总共出现过4次，前3次分别是通天战分支结局、2.0 拒绝杀金分支结局，以及2.2的坏结局。可以看到前3次报幕都是分支结局，那么第4次报幕，也就是所谓的真结局，难道也是分支结局吗？按照这个思路，最后一次的报幕真是越看越奇怪。可以看出这次赢家其实是纯户，也就是东司。别忘了，目前还有2个势力没有入场，一个是虎视眈眈的翡翠，一个是不知所踪的流萤。流萤提到过，它会有3次死亡，第1次是 2.0 里被死亡捅穿，第2次是 2.2 变身后自杀爆性，那么第3次应该就在下的版本了。根据艾利奥的剧本，萨姆和列车组的对立无可避免，但以 2.2 版本流萤和列车组其乐融融的氛围看来，实在不像要打架的感觉。或许下次我们就要亲手制造流萤的第3次死亡，借此打破最后层梦境，结束轮回，回归现实。不过我还是希望 2.2 主线的结局是假的，因为如果轮回梦境结束，我们回到现实，那流萤的第3次死亡不就是在现实里真正的死亡了吗？大家觉得烧鸡老师会刀掉流萤吗？这次的主线也是留了很多伏笔，后的按钮到底有什么用？东司的真正计划是什么？这些疑问就只能交给下的版本了。在主线的最后，波提欧找上了沙金，用枪逼问他告知奥斯瓦尔多的下落。而这个奥斯瓦尔多施耐德正是东司市场泰诺部的主管，虽然他资历较浅，但却是东司中著名的狂热分子，还被仙州评价为刀潜在危害。我们在魔女宇宙中爱恨交织的银河大乐透就是他一手策划的产品，外人对他的评价并不好，是标准的反派模板。波提欧之所以找他，可能就是因为奥斯瓦尔多曾经怠惰某些缺德事，想找他复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奥斯瓦尔多还是的前无名特。前无名特资历浅，性德狂热，符合上述描述的人，剧情里还真的提到过一个，那就是虚通万丈。根据老杨的语音，虚通万丈是因为调戏了萨姆才被挡下了列车。不过在时间线上还有很多模糊的地方。奥斯瓦尔多虽然资历较浅，但也工作了几十年，而虚通万丈下车的时间应该没这么久，所以大家觉得奥斯瓦尔多会是谁呢？之后会进塔池吗？